大家好，这是菜叶子呢。本期给大家带来是一个关于固态测评方面的这个干货视频。那么虽然我有非常多期没有做这种测评的视频了，但是这个视频其实我谋划了非常的久。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有2点，第一点是因为这2年发布的各类的固态的产品真的非常多。那么消费者经常会选择头晕不管是国内的厂商生产的还是国外的厂商生产的不同接口类型的、不同价位的、不同性能的国内生产颗粒的还是国外生产颗粒的，总之就是选项实在是太多，而且有了钱你也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最适合你所以第二点就是因为这个市面上很多测评的视频他们都停留在要么是单纯的这样一个抽象的数据的展示，就是给你展现一下这个 Crystal Disk Mark 或者是ASSD 的这个性能测试的这样一个水平上，要么就是它只有单独1、2款的这个固态在实际测试中的表现，它把标准化做的是非常的差。所以本期的话，我就是想给大家真正展示一下，在不同价位段或者是不同性能段上，真正使用的时候，你在一个实际人类使用的硬盘上，它给你带来的体验和真正的这样一个性能表现是什么样的。那么本期我就给大家带来了5款最具有代表性的固态，那么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价位段和不同性能段的产品。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子把自己的固态在这5款里面归类你可以先看我介绍一下这5款固态。那么首先从左往右是性能逐渐递增，那么最左边那一款是由微刚生产的 SU650，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大厂生产的入门的这样一个 SATA 固态的选项，基本上是最廉价的应该没有比这几款更廉价的，包括其他品牌也有类似的产品惠普的或者是西数都有他们应该叫 SN550，叫蓝盘吧可能。然后紧接着就是860 EVO，860 EVO基本上可以代表 SATA 上最高性能的这个固态的水平，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绝大多数 SATA 的最高性能的选项都是860 EVO当然你说如果有服务器端那些更高的，那我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因为这是普通消费者接触不到的。那么紧接着是 SX6000 Lite， 也是同样由微刚生产的 SX6000 Lite， 基本上是可以代表现在大部分消费者在装新机的时候使用的固态，就是一个偏入门类型的 NVMe 的或者叫 PCIe 的这样一个固态的选项。那么为什么选择这款固态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支持这个SLC caching 的，但是它用的不是真正的 SLC caching， 它用的是也不是颗粒，意思就是说它用的是它自己上面那个 TLC 颗粒，但是作为 SLC 模式操作当做缓存的，所以它基本上比较接近，不管是没有缓存的，或者说是有 DRAM 缓存，或者是有 SLC 缓存的这些固态，基本上都在它的下面或者上面一点点性能基本上都在它的这个区间范围内当然它也是消费者购买最多的这个性价比现在认为最高的这样一个固态的选项当然实际还要看我这次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现在还不知道。紧接着是这个 SN750 的话，基本上可以代表现在这2年中高端选择的这个固态的这么一个最佳的选项，因为它的性能非常接近970 EVO但是它一经出世，它的价格就比970 EVO 要低一点点所以它的也是非常甜品的一个选项。它虽然使用的是 PCIe 3.0，但是它的那个 4K 和它的线性写入的速度顺序写入的速度都非常的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之一，也非常有代表性任何其他家的高端固态也都跟它的性能差不太多。最后的话就是介绍一下现在最新技术的 SN850 了。SN850 和它齐平头对头的基本上就是三星的980 Pro， 这2款都是2个月之前发布的这个新品吧，基本上他们采用的是 PCIe 4.0， 直接就跟 SN750 对比的话就是带宽翻了1倍，而他们的 4K 性能也是达到了始料未及的巅峰基本上是直接100万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 NVMe 接口上的这个 NGFF 这个接口上的固态就能做到的。当然如果说比 SN850 确实还有更高的，像是英特尔生产的一些 AIC 卡那些PCIe 接口的固态，但是这些都不在我们消费者能够买到的这个范围，基本上所以我们就不谈先谈一下这些主流的那么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固态怎么样归类到这5款里面，那么你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或者是私信我问我都可以总之你可以试一下，先把自己的固态或者是自己目标的固态归类在这些里面，然后你再确定自己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固态。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那么这5款固态都是我自费购买的，没有任何的恰饭行为这5款固态花了我差不多快3000人民币、4000人民币，可能我也不知道4、5千人民币吧，应该是，因为这最后一个真的非常的贵所以这个视频做起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最后发现这个视频对你非常有意义的话，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投个币什么的做视频真的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小的 UP 主那么紧接着的话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重要的就是测试平台和测试是怎么样的标准化的。那么测试平台为了防止大家说我的测试平台有各种各样的短板，那么我是搞来了一块 ROG 的那个 Crosshair Hero这是 Crosshair 8，也就是 X570 平台的不光光是为了支持 PCIe 4.0最重要是让这块主板是真的无懈可击，它基本上是可以排名前3的这样一个主板的选择之一。那么紧接着的话就是介绍一下 CPU 了。 CPU 就是这边这款 Ryzen 5000系列的 580X， 虽然它不是现在最好的 CPU， 但是它真的单核性能已经和那几款没有什么差别了，然后基本上也是无敌的，那么 CPU 也不可能成为短板那么紧接着就是介绍一下内存了，因为内存其实跟缓存还是比较有关系的，所以内存是非常值得介绍的。那么这次用的是一个3600C18的128G 直接拉满的内存由海盗船生产的。然后当然有4000的内存更快，但是其实呢也是离普通消费者的选择相对有点远的选择，所以我们本期还是拿来了一个这个
3600的这么一个内存，但是128G，所以缓存的量一定是够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介绍一下显卡了，显卡跟这个测试真的1毛钱关系都没有虽然这里面真的是有一个3090但是其实我这期并不会用它进行测试，因为它装在那块主板上实在是太大了，非常妨碍我测试，所以其实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有一个3090，虽然不是我的，是客户的，但是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测试的实际使用的是一个1080应该是一个1060，应该是个1060，不过显卡基本上不影响，所以显卡就是这样，那么测试平台就是这样。而至于测试的这个方法的标准化是怎么做呢？我们是创建了一个大约400G 的这样一个系统盘，而这个系统盘里面并不是垃圾数据，就是不是那些没有意义的1和0，而是真正大家使用的常用的那些软件，比如说什么百度云盘呀、360呀、各式各样杀毒软件呀，或者是游戏软件呀、Steam 呀、QQ 呀、微信啊一类的这些就真正生活中大家会用到的软件。而至于怎么样子把这个系统镜像把它们放到不同盘上呢？是我会创建这个400G 的，就是为了防止最低的这个没有办法放进去。400G 我就是直接1比1拷贝到每一个盘，所以它们插在这个系统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可以启动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 UEFI 的。当然有些时候可能会 SATA 和这个 NVMe 不兼容，但是没有关系，我会尽量先在 SATA 上创建。那么基本上标准化就是这样做到的。那么我们就不废话多说了，那么就直接开始看测评的数据吧。
相信大家已经看完了刚才那3个测试，已经有一个自己的大概的结论了。那我这里的话就简单快速的总结一下，并且说一下我的结论。那么总的来说，这5款固态都有相对不错的表现。测试我是并没有关闭这个快速启动这个功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主流的所有主板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是一个标配功能了，包括一些老的主板也都是有这个功能的，只不过可能版本不完全一样，有些是7，有些是8，有些是10，但是都有。而且绝大部分情况下，用户是不会进到那里面主动关闭这个功能的，所以其实开着这个功能测试是更加能够反映真实表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加载速度的差距上，在这个测试表现中你会发现。除了那2款最高端的 NVMe 的固态，也就是750和850这2款固态，对比其他3款有一个相对不错的提升以外，那么 SATA 和这个入门的这个 NVMe 固态都会相对来说慢一些，而且它们的表现其实差不太多吧，只能说差不太多，至少和最高端的2款是没有办法比的。而 SU650 在 Test 1里面是出现了反常现象，它的后半部分的那几个应用一股脑的就全加载出来了，其他的这个固态你会发现它们的应用都是一个接一个加载出来的。但 SU650 在那里变得非常奇怪，在 Test 1里面，它的这个实际总加载时间竟然能够比肩 SN750 和 SN850，我认为这个数据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当然，你要是认为它有价值，它可能也有价值吧。多次测试之后，其实我又测试了几遍这个固态，发现得到结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的速度都差不多，都是后面一下就加载出来了，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我开机的时候，实际上用的都是冷启动，并不是重启，也并不是唤醒一类的。所以在 Test 2里面，又不知道为什么它又表现得正常起来了，就它的速度又变成了最后一个就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是为什么。那么 SN750 和 SN850 的这个表现，你可以发现它们在开机感受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差距，大概是1秒到2秒吧，可能。对于日常使用来讲，我发现 SN750 基本上是就是 SN750 和它相似价位的性能的这个固态，基本上可以说是给你提供了最顶级固态的这个使用体验吧，基本上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了。而这个更高性能的 SN850 并不能够给你带来感受上的提升，因为真的9秒跟10秒的差距人很难分辨出来。那么这个结论基本上可以说是 PCIe 4.0无用论。当然，在消费市场其实真的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普通消费者根本没有那些软件或者说是需求或者说是用途能够把这些超高性能的这个产品把它们利用到他们本身设计的那个极限吧，包括显卡的 4.0x16 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主流的分辨率情况下，其实并没有和3.0带来什么太大差距。而至于应用启动方面的话，我们测试了4款软件，但实际上我测试了6个软件，后面还有一个是 CSGO 和这个Photoshop PS。那么，但是这2款软件是因为这意外的原因有数据准确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参考价值了，所以我就被我丢掉了。但是总的来讲，这6款软件。在这几个不同的固态上表现都是差不多的，真的启动速度很难分出伯仲，所以很难说有体验上的差距，可能你根本感觉不出来，你懂吧？而且有很多情况下，我觉得那几个软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网络导致的原因，就是服务器时间差的原因，所以它的加载速度有些时候会不太相同。顺便一提，就是要说一下育碧的土豆服务器真的不太行，你可以发现它那个稳定性时间的这个响应时间的稳定性很差。然后下一个结论就是要说，这个 NVMe 真的不意味着是更快的选择，随机读写的性能真的是更为重要。那么861 VO 在这几个测试的表现中，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性能十分接近这个 SX6000 Lite 这个 NVMe 固态的性能入门的，好几次甚至861 VO 都还比它更快一点。所以真的没有必要你去盲目购买这个 NVMe 的固态，单纯为了它上面标称的那个1GB 或者2GB 或者是3GB whatever，你不要单纯为了那个数据来去买它，因为那上面的那个参考价值真的是很低的。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个 IOPS，IO per second， 就是 in out per second， 这个所以更有参考价值。而在官网上一般能看到，但是在硬盘本身上面是看不到的。其次就是在于这个实践中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NVMe 固态的这个主控它坏的情况其实出现更多，而且它在使用中的话也是会更热所以你对这一点你要有所了解。那么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缓存对于这些硬盘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没有真正缓存的固态，在相对满盘的情况下，性能真的是有所下降的。SX6000 Lite 就很好的表现这一点。SX6000 Lite 它本身是没有这个真正的缓存芯片的，没有 DRAM， 没有这个 SLC cache，它是把这个它的 TLC 的NAND 作为这个SLC 模式操作来作为 cache 的，所以它在空盘的情况下表现是比这个满盘了的表现是要好一些的但是我们放进去了400G 的文件，这是现实中人们使用的情况嘛？毕竟空盘，那你还买它干嘛呢？对吧？那么总结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期的视频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SN750和860 EVO 这2个固态。那么最主要原因为什么推荐 SN750 呢？因为 SN750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花最少的钱或者说 SN750 同价位吧，970 EVO、SN750、SX8200或者是 C2000 Pro 可能
我不知道，但是反正那个海康威视，或者说是威刚，或者说是那个影驰，他们都有相对来说高端的这个同价位的同样性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同样配置的这个固态，所以呢，这个价位的固态其实是最划算的，因为它能让你花最少的钱，不溢价的去购买一个最顶级的这样固态使用的感受和性能，完全足够了。再高端的你只能花额外的钱，但是实际你使用不到它的性能。为什么推荐860 EVO 呢？860 EVO 的话，其实是对于一个入门用户来讲，如果你的主板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或者是入门一些，有些时候只有一个 NVMe 槽，或者是2个，那么你如果用一个860 EVO，暂时使用，这样就给你留下了一个可以未来用 NVMe 固态的这样一个选项，而不用就在之间割舍，你不需要把这个差一点的固态扔掉，或者说卖掉，这样就很好。你可以留下一个选项，在未来可以升级更高端的固态，把系统移到更高端的固态当然这里要挖个坑，就是我这里要讲一下，就是系统搬迁的一些后面要做一个视频，就是讲系统搬迁以及系统的这个搬迁的一些蓝屏和解决方案一类的，我这里到时候都会做一个视频细讲。那么基本上这2款固态就是我个人最推荐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最有意义的这2款固态。那么我自己装机的话，这段时间都是最常用的就是这2款固态，它们的价格不仅非常的好，而且也是比较可靠的选择。而至于后面的话，因为这期的视频其实真的并不够完整，所以如果你关注我的频道，我后面还会发布一些关于固态的其他的测试视频，包括大图片的测试视频，或者是大的视频的加载的视频以及游戏地图的加载，还有就是比如说下载的表现，因为有些硬盘的下载表现，有些固态会掉速。有些固态会掉速，你在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因为你可能国内网速不够快，当然后面就会给大家讲这个事情，这里挖个坑。还有就是固态分区不分区的问题这些都会后面做视频这个视频真的做的非常不容易，它的内容非常多，而且我这次拿了5个固态一个一个录，真的非常累。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或者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让你更好的了解了这个固态的话，那么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然后给这个视频投个币，点个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是太叶子千万记得关注我，那么我们下期再见。